孩子的大脑真的那么容易改变吗？神没有让孩子一出生就拥有一个完全成熟的大脑，神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？这些看起来很普通的小事，其实都在建造孩子的大脑，这是任何一幕都无法完全取代的。真正重要的是，孩子每天在使用哪些连结。所以今天真正的问题不是手机，真正的问题是……欢迎回到今天的节目。上一集我们一起看了3项 MRI 的研究，我们发现孩子每天接触什么，大脑就可能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。也许有些朋友听完之后，心里会冒出一个问题：孩子的大脑真的那么容易改变吗？答案是是的，而且这不是设计上的缺陷，恰恰相反，这是神最奇妙的设计。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神所创造的大脑。当你了解大脑是怎么发展的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圣经这么重视家庭，也为什么童年对一个人的一生如此的重要。我想先请大家想象一棵树，一棵刚发芽的小树和一棵已经长了50年的老树，有什么不同呢？最大的不同不只是大小，而是柔软度。一棵小树只要轻轻的扶正，再用一根木桩固定，它就会慢慢朝着正确的方向生长。但是如果是一棵50年的老树，你想改变它的方向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孩子的大脑也是如此，神没有让孩子一出生就拥有一个完全成熟的大脑，他反而给了孩子一个充满可塑性的脑，就像一块肥沃的土地，种下什么就长出什么，每天重复浇灌什么就收成什么。所以童年最大的特色不是无知，而是容易被塑造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其实大脑并不是同时成熟的。大脑皮质是大脑的最外层，约占大脑总质量的 40%。 听起来很专业，但其实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理解。你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座公司的总部，里面有很多的部门，有些负责记忆，有些负责情绪，有些负责身体的动作。而大脑皮质就像公司的管理中心，它负责思考、语言、判断、自我控制、计划能力。也就是说，一个孩子将来会不会专心，会不会有判断力，会不会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很多都和大脑皮质有关。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前额叶。前额叶有时候被称为大脑的执行长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负责做决定。当孩子想要生气的时候，是前额叶提醒他先冷静一下。当青少年看到诱惑的时候，是前额叶帮助他说不，我不要。当一个人愿意等待，而不是立刻满足自己的欲望，也是前额叶在工作。所以如果要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形容前额叶，我会说，它决定了一个人能不能管理自己。而有趣的是，这个最重要的部位却是整个大脑里面成熟的最慢的。神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？我相信这不是偶然，因为神从来没有打算让孩子自己长大。神把父母放在孩子身边，就是要在这段最容易被塑造的时间里，陪伴他，引导他，教导他。这让我想到申命记第6章，神没有对父母说等孩子上了大学才开始教导他，也没有说每个星期带他去一次教会就好了。神怎么说呢？神说，无论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神描述的不是一堂课，而是一种生活。
因为神知道，大脑不是靠一次精彩的演讲改变，而是在每天重复的生活中被慢慢塑造。每天一起吃饭，每天一起聊天，每天一起祷告，每天一起读圣经，每天一起服侍，这些看起来很普通的小事，其实都在建造孩子的大脑。接下来，我们来看孩子的大脑是怎么样一步一步长大的。如果把孩子的大脑比喻成一座城市，那么0到6岁就是这座城市疯狂的建设时期。道路越来越多，桥梁越来越多，神经的连结快速增加，孩子每天摸到的新的东西，听到的新的声音，闻到的新的味道，和爸爸妈妈说话、奔跑、跌倒、阅读故事，这些都在建立新的神经连结。所以这个阶段，孩子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荧幕，而是真实的生活。因为真实世界带来的刺激是立体的，是互动的，是充满情感的。这是任何荧幕都无法完全取代的。到了7到12岁，大脑开始整理，就像图书馆开始分类书籍一样，那些常常用的就留下来，那些很少用的就慢慢淘汰。然后到了青春期，大脑开始进入另一个重要的阶段。很多父母听到大脑变薄会吓一跳，其实大脑变薄不一定是坏事，这是一个正常的修剪过程，就像园丁修剪树枝一样，把没有用的枝条剪掉，树才能长得更健康。神经科学家称这个过程为神经修剪。我们的上帝把那些不常使用的连结修剪掉，把重要的连结保留下来，让大脑变得更有效率。所以大脑不是越厚越好，真正重要的是孩子每天在使用哪些连结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常常提醒父母一句话：大脑会保留你每天使用的能力。如果每天阅读，大脑就越会阅读；如果每天思考，大脑就越会思考；如果每天与人交谈，大脑就越会擅长沟通；如果每天滑短影音，大脑也会越来越习惯快速切换、快速刺激。大脑没有偏心，它只是忠实地回应我们每天重复的生活。所以今天真正的问题不是手机，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每天正在训练孩子的大脑习惯什么样的生活。神把一个充满可塑性的大脑交给父母，不是要我们感到压力，而是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机会。因为今天你陪孩子读一本书，可能正在建立他的语言能力；今天一起完成一次的家庭祷告，可能正在培养他专注于神的心；今天一次真诚的对话，可能正在帮助他建立理解他人、管理情绪的能力。父母啊，不要轻看那些每天都在做的小事哦。在神的设计里，生命的塑造从来不是靠一次轰轰烈烈的经历，而是在每天平凡的陪伴中完成。下一集我要回答另一个很多父母都想知道的问题：如果神把孩子的大脑设计得这么美好，那么萤幕到底是透过什么机制影响孩子的大脑？我们会一起看看为什么高速的画面、短影音、即时的满足会对孩子的大脑产生如此大的吸引力。更重要的是，神又给了我们父母哪些方法帮助孩子建立真正的自制力？下集见。